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徐凯、王凯新剧照一出就引爆期待值。谭松韵、徐凯、王凯新剧照一出就引爆期待值。这三位演员的每一次亮相，都像是给观众递上一张入戏许可证，让人不由得想点开视频，追着他们的角色沉浸其中。谭松韵在《你比星光美丽》里穿着毛衣扎丸子头的下班造型，被网友截图转了3万条，评论区清一色喊邻家小妹本妹。徐凯《承欢记》里端着咖啡杯的侧影，40分钟冲上超话第一，粉丝直呼这是哪个咖啡馆的代言人。王凯大江大河3的工厂旧工装剧照，直接被观众当成手机壁纸，锁屏后还舍不得换。他们的共同点太明显，镜头前鲜活的像邻居，热搜上却安静的像隐身。今天咱们唠个明白，这届演员的帅到底靠什么扛造？谭松韵，巨抛脸的百变邻家女孩。30岁的谭松韵站在镜头前，像是从青春片里走出来的大学生。她在《以家人之名》里套上高中校服，扎着双马尾，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弹幕都在喊李尖尖偷了我同桌的身份证吧。她的圆脸、短下巴、塌鼻梁，带着标准的幼态脸特征，却从不像那些 AI 生成的高光滤镜娃娃，少了份冷冰冰的疏离感，多了点烟火气的亲切。她的脸像是块画布，每换一部戏就能在上面画出截然不同的角色。比如《锦衣之下》的袁今夏，她演那个机灵的小捕快，眼珠子转得比算盘还快，偷吃糕点时鼓着腮帮子偷笑，嘴角还沾着点心渣，活脱脱一个古灵精怪的邻家小妹。到了请叫我总监，她摇身一变成职场菜鸟柠檬，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后，躲在楼梯间抹眼泪，睫毛膏晕成黑眼圈也不顾补妆，鼻涕泡都快冒出来了，观众却觉得可爱的想掐脸。更觉得是正在拍摄的蜀锦人家，她戴上异域风头饰，刘海被压住，眉尾用金粉描出飞扬的棱角，甜妹秒变西域商行的大小姐，眼神里透着股不服输的倔强，仿佛下一秒就要骑马扬鞭去谈生意。这姑娘仿佛有巨抛脸的绝技，穿 T 恤牛仔裤像大学室友，套上古装立马能去敦煌拍壁画。谭松韵的演技魅力不止在变脸，更在细节里藏着的真诚。她拍最好的我们时，有场哭戏连卡7条，哭到隐形眼镜划出红血丝，嗓子哑得像砂纸打磨，她却咬着牙对导演说再来。那股子倔劲儿让人想起她演的耿耿骑着自行车在操场边喊我不服的样子。新剧《你比星光美丽》里，她演一个创业失败的女孩，坐在路边啃面包，面包渣粘在嘴角，风吹乱了头发，她一边嚼一边皱眉。弹幕飘过金句，比磨皮滤镜更绝的是她面包渣粘嘴角的鲜活劲儿。观众看她演戏，总觉得她不是在演，而是在活那种不经修饰的自然感，像是从生活里直接抠出来的。谭松韵的敬业也让人服气。为了《你比星光美丽》里的程序员角色，她学代码到凌晨2点，笔记本上记满了函数和算法。程序员观众看剧时发现 bug， 直接在弹幕里剧组。她还连夜和编剧讨论修改剧本。拍《以家人之名》时，她为了演好李尖尖的吃货人设，专门去菜市场观察大妈们买菜砍价的架势，连吃包子的姿势都练了10几遍。她在采访里说过，观众记住李尖尖比记住谭松韵重要。这句话像是她的职业宣言，她从不经营谭松韵这个人设，而是把每一分精力都投进角色里。徐凯从白月光到沙雕仙侠的跨次元切换。如果说谭松韵是邻家女孩的代名词，那徐凯就是跨次元美男的活招牌。延禧攻略里的富察傅恒，
成了多少观众的白月光。见眉星目配朝服，垂眸行礼时连睫毛都透着贵气。网友剪辑他的出场片段，配上古风 BGM， 评论区全是请问故宫现在还招侍卫吗？结果转头，他在从前有座灵剑山里顶着鸡窝头啃鸡腿，翘着二郎腿吐槽师傅，您老这法术还没我姥姥擀面杖好使。身高185厘米的男模身材，穿龙袍是九重天上的太子爷，套上校服秒变操场罚站的问题学生。网友剪他的角色混剪片，标题直接定位这真是同一个人。从深情全沉到沙雕仙侠，切换速度比手机变脸软件还快。徐凯的帅不只是脸，还有种反差萌的化学反应。他在《烈火军校》里演完酷少爷顾燕珍，开拍前直接剃平头进军营，滚完泥的又练格斗，制片人都惊了。富二代少爷戏外活得像个新兵蛋子。有一场戏，他穿着军装被教官罚跑圈，跑得满头大汗，衬衫贴在背上，粉丝却截图喊汗水都帅出花了。到了爱的28定律，他挑战穿女装跳女团舞，排练视频里同手同脚摔了5回，摔完还傻笑着爬起来，导演笑得直喊卡。弹幕里有人调侃徐凯这身高，穿裙子都能走维密。双引号，徐凯的表演总能让人感到一种松弛感。他不刻意端着，不追求每一帧都完美，反而让角色多了份生活气息。比如《承欢记》里，他演的富二代姚志明，端着咖啡杯看文件时，微微皱眉，嘴角却不自觉上扬，像是在偷笑什么秘密。观众看完直呼，这不就是我那爱装酷的同事吗？他被问到人设经营时，直接猛圈，我又不是便利店，搞啥经营？这种不营业的直率，让他和角色之间多了一层无缝衔接的真实感。王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如果说谭松韵和徐凯是鲜活派，那王凯就是沉默派的代表。他在《琅琊榜》里演靖王，有场戏是他看着梅长苏的背影沉默，镜头推进特写，喉结滚动3次却没吐半个字，握拳时骨节乐到发白。观众用显微镜追剧发现，这个被删减台词的场景，原著里其实写了3页内心独白。王凯没说一个字，却把靖王的隐忍和挣扎演得让人心碎，弹幕里全是救命，这眼神能拿影帝。到了大江大河的宋运辉，他把眼镜往鼻梁上一推，缩着脖子抄写政策文件的姿态，让老一辈观众直呼看见70年代下乡的自己。最近大江大河3的路透视频里，他穿着洗变形的旧工装趴在寄床下检修，油污抹在颧骨像胎记，汗珠从脖梗滚到衣领，粉丝截图感叹，这哪是演戏，分明是穿越到80年代的工厂。为了演好宋运辉，他翻遍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文件，还去老国企蹲点观察，连工装裤的褶边都要求道具组做旧道像穿了10年。王凯的敬业细致到让人啧舌。拍猎狐的经侦警察时，他在刑警队跟班半个月，笔记本记满金融术语，吃饭时还在和警官讨论洗钱案例。拍向风儿航考飞机驾照，训练服口袋里总塞着民航手册，导演说他背台词的认真劲儿，像在准备高考。有次录综艺，道具组小姑娘搬不动实木箱子，他二话不说扛起来就走，绷紧的手臂肌肉把西装扣子撑开了缝，弹幕瞬间刷屏，这身板还能再演10年硬汉。双引号，王凯的低调也让人觉得他像个隐形学霸。白玉兰奖提名当晚，他在剧院看话剧，获奖新闻冲上热搜时，他正给演员通道当临时检票员。被记者问到获奖感受，他只说了句戏比奖重要。这种淡然让他和流量圈的喧嚣保持了距离，却也让观众更愿意为他的作品买单。他们的帅为什么让人上头？谭松韵、徐凯、王凯的魅力
不只是脸好看，更在于他们演戏时那种毛边感。观众早受够了热搜上的假脸套餐，磨皮磨到鼻梁消失的绝世美男，滤镜加到连毛孔都不见的完美女主。相比之下，谭松韵奔跑时乱飞的小碎发，徐凯被群演踩脚后傻笑的阔虎嘴，王凯修机床时脖梗滚落的汗珠，这些带着生活痕迹的细节，才是让人陷进去的致命吸引力。他们的表演像是从生活里偷来的。谭松韵啃面包的随意，徐凯摔倒后的傻笑，王凯沉默时的喉结滚动，都不是刻意设计，而是自然流露。这种真实感让观众觉得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明星，而是活在身边的普通人。你会在他们的角色里看到自己加班到崩溃时的狼狈，看到朋友聚会时插科打诨的欢乐，甚至看到青春期暗恋时的小心翼翼。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角色的投入远超观众的期待。谭松韵为了演程序员学代码，徐凯为了演军校生剃平头，王凯为了演飞行员考驾照，这些努力不是为了热搜，而是为了让角色更可信。他们的表演不是在秀，而是在活。就像谭松韵说的，观众记住角色比记住演员重要。这句话也是他们共同的信念。观众的遥控器比粉丝打榜更真实，数据不会骗人。大江大河3开播收视破3，稳坐同时段第一。承欢记在央8重播，依然碾压一众新剧。你比星光美丽还没播完，讨论度已经冲上平台榜首。观众用遥控器投票，比粉丝打榜更真实。这些剧的成功不靠流量堆砌，而是靠演员的真诚和作品的质量。谭松韵在《你比星光美丽》里演创业女孩，学代码到凌晨，被程序员观众揪出 bug 后连夜改剧本。徐凯在《爱的28定律》穿女装跳舞，排练时摔了5次，粉丝却说摔的也好看。王凯拍炽热减重20斤，肋骨轮廓透过衬衫显形，导演都感慨他瘦得像个风都能吹走。这些细节，观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结语：真实是最大的杀伤力。在这个滤镜当道、流量为王的时代，谭松韵、徐凯、王凯用他们的表演提醒我们，好演员的魅力不在于完美，而在于真实。他们不追求每一帧都美到无瑕，也不热衷于热搜的喧嚣，而是用一个个鲜活的角色敲开观众的心门。谭松韵的碎发，徐凯的傻笑，王凯的汗珠，这些带着生活气息的细节，才是他们帅的核心。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你比星光美丽的创业女孩，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李尖尖？承欢记的姚志明，能不能再掀一波热潮？大江大河3的宋运辉，又会带我们回到哪个年代？无论答案如何，谭松韵、徐凯、王凯已经用他们的表演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演员靠的是作品说话，靠的是角色打动人心。而这或许就是他们扛造的秘密。